我觉得呀，在这边做工实在太难了。这么久以来，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波人来这边找麻烦了。还好我们处理的还行吧。和复兴河的这个乡镇都是一步一步的去处理，到目前这个是我们企业呢上没有特别大的吧。现在大哥呢也处于一个情绪稳定的状态，偶尔呢他会过来看一看，毕竟现在所有的工作都是包工给我们来做，他只会过来监督，看哪里做不好。当然，我也给他打了一个预防针，我说我200个工时帮你把这栋房子做完，我们立的有清单，到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如果你中途要来说这个地方需要加，那个地方需要加，可能对于我们的一个工作造成很多的一个麻烦的话，那到时候这个200个工时我做不完的话，那你必须要给我补一些上去。所以呢，我这么一打预防针之后，大哥呢也比较明白了嘛，他就觉得反正时隔1天2天上来看一下，看我们做工究竟怎么样，剩下的时间他也说的比较少，不像之前的，基本上每个地方要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做，那个地方又需要改动。我说你改动太多的话，确实我们这个工期最后做下来可能要亏钱在里面。就算我不赚钱的情况下，你要让我能够保本，让工人有工资就行了，我自己赚不赚无所谓，对不对？不能让我贴钱进去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2天我们在这边煮饭、炒菜、切菜，我换了一块肉，这边还有一块鱼。这个杀人蜂每天都会过来搬这些肉回家。你看又来了，在我们当地这个叫做杀人蜂，很毒的，如果被蛰了一下的话，要长一个好大的一个包。如果叮在脸上的话，整个脸都要肿得特别大，像个猪头一样的。昨天我们是讲这个施工的工作量挺大的，然后这个进度挺慢的。我也和大哥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思，觉得这边好像在磨磨蹭蹭，所以呢，让2个师傅回去了，剩下了3个人在这边做工。昨天我们特意的是在这边守了一天，到了6点多钟才回去看一下师傅究竟做的怎么样。然后昨天是砌了底下的3排砖，相当于从早上做了一个基础，先挖一条沟，然后用粪泥土和石头做一个垫层，打一个基础，再砌砖。整个这边的话，将近是有8米左右，这是一个工作量的一个师傅的工作量，相当于他是昨天做了1天的事情。然后就是底下的垫层做好，上面呢再砌了3排砖。今天早早的过来，又从上面加了2排砖上去，这是做一个挡土墙。以后上面呢是一个平台停车的，下面呢又是一个院板，也是一个平台，就是这堵墙给隔开了。那一个师傅的工作量我们看了之后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天气温度太高了，确实我也发现昨天到下午的时间做工的速度是越来越慢，毕竟全部靠着体力，一整天要是一个高强度的话，人也受不了。结合这样子看的话，我觉得到了10月份，可能我们这个工作会比较紧张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完。我还是考虑了一下，还是要和师傅他们做一个商量，要不然可能还是要把那2个师傅叫回来，这样子我们做工可能会更快一些。大不了我以后多花点时间，多点精力在这里好好的监督，陪伴他们，也督促他们。可能在后期还会增加1、2个师傅赶一些工期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，如果在10月份之前，也就10月底之前没把整栋房子改造出来的话，我还有一半的这个工程量、工程款是接不到的。因为我和大哥签的这个合同说得很死，就是10月份如果做不完的话，剩下的一半工程款我是1分钱拿不到，所以我是非常的担心。经过这一段时间每天辛苦的做工，我们的围墙已经几乎是打好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整个砖墙的高度接近是2米左右，然后这边呢还没有做粉刷，
上面的盖顶已经做了，用一个三角形的水泥砖来做盖顶的，做了一个小造型，这样子呢更好看一些。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斜面，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台阶，大概2块砖降一个台阶，这样子一直降下去，寓意的是从底下走上来，步步高升。这个样子呢，简单的小造型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为了节省，现在我们是不搭建这个脚手架，因为这个砖呢已经完全的结构了。师傅呢是直接踩在砖墙上面，现在砌这个盖顶的三角砖。今天也是专门留了2个师傅来做这个的，一个师傅砌砖，一个师傅和水泥砂浆，然后搬这些三角砖。这个砖的价格还比较贵哦，比水泥砖还贵一点，加上运费到这边接近是3块5左右的价格了。每块砖将近也是20公分左右的一个宽度。当然，这个砖它的中间也是空心的，每块砖的这个重量呢，也就20多斤，应该不到30斤，比水泥砖要轻一些。实际上，它的材料会更少一些，但是我就想不通了，这个价格反而更贵一些。这个围墙打好了之后，我们整个院子就非常的隐蔽了，把整栋房子全部包围在里面了，私密性更好了。整个院子很宽，几百个平方，然后留了将近1半左右，我们准备做菜地使用，剩下的1半，大概多一点点，会做一个硬化停车，然后做一个院坝。以后院子里面可以种上一些花花草草。这一面砖墙从这里一直延伸过去是24米，相当于整个围墙有60多米的长度。把整个围墙全部建好，也就是院子建好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对这栋房子进行改造了。之前我和大哥签合同的时候说了，背后的这面砖墙就是被雨淋的位置，给它全部铲掉，剩下的地方就不给它铲了，给它保留着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可以节省一点工时。他今天早早的来告诉我，他说背后的砖墙要全部重新弄掉，再粉刷新的。那我说你这个工程量太大了，这样子我们200个工肯定是做不完，到时候我搞不好要给你贴钱了。实际上我也给他说了，既然我们签了合同，列了清单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们是一点都不会少。如果你中途需要增加一些项目的话，不多的情况下完全是没问题，但是如果增加很多的话，那就必须另算了。毕竟我们在这边做工，工人的工资我首先要保证到，然后我不能够贴钱进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算的这个工期基本上是很紧凑的，没有一个空闲的时间。200个工把这栋房子做完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，稍不注意的话，很可能我们就要贴一些进去了。这边的大门也都做好了，其实整个看起来整个院子还是很气派的，挺大。包括这些天过往的一些村民都说做的还是挺好的，没想到这么一栋房子目前已经被我们改成了这个样子，变化真的很大。我也仔细算了一下，这个围墙整整已经用了50多个工。其实整个围墙的工作量确实也是挺大的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。现在做好了之后，感觉并没有那么难，但实际上从开工的第一天，我就想到了整个围墙的工作量应该是最大的。毕竟啊，这个地方是地基凹凸不平，很多地方需要重新做基础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看这些基础都是我们师傅双手
一块一块石头垒砌上去的，给清理出来底下的土层，然后高低不平的位置，我们先打了水平，用水泥砂浆把这些石头全部给它砌上去，有的地方砌了1米高左右，有的地方砌了几十公分，整个地平全部做好才开始砌砖，所以工作量很大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只能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去做。在大山里面生活，可能就像湖北的大哥说的，他最担心的就是蚊虫、老鼠，还有这些辣条。之前刚来的时候，整个围墙他准备买那种铁丝的那种网给它围起来，我说那肯定不行啊，到时候这些小动物爬进来你怎么处理？何不就像现在一样的做个基础，然后砌砖，这样子更好一些呢，对不对啊？今天这个围墙做好了之后，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。只要这边清理干净，以后整个院子里面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基本上这些蚊虫、老鼠、辣条啊都进不到院子里面来了。然后整个砖墙的高度是2米左右，防君子不防小人。如果别人要爬进来的话，还是有点难度，但是呢也不是完全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后期在整个院子里面装2个摄像头就可以了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好了，那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